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拍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户穷苦的人家，以纺织为生。这户人家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儿，而且能织得一手好布，也因为漂亮的容颜而被许多人知道。这天有一个魔鬼，他听说了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纺织女，想要一睹芳容，就来到了纺织女家里，看见了正在织布的纺织女，瞬间被震撼了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他想要把纺织女占为己有。魔鬼找到了纺织女的父亲，逼纺织女的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不然就把他家里的人都杀了。纺织女知道后伤心欲绝，整日以泪洗面。纺织女的父亲也不想女儿嫁给魔鬼，就让女儿逃跑了。这样魔鬼也怪不得他们了。纺织女跑了一天一夜，没吃没喝，最终昏厥在路上。邻国的王子在附近打猎，看见一个人躺在路上，于心不忍，走过去一看，竟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躺在路上。他被纺织女的容貌所迷住，就把纺织女带回了自己的国度。纺织女在国王的宫殿里睡了一天，终于醒了过来。待到纺织女醒过来时，看到了华丽的宫殿，还有床边长相英俊的王子，很是震惊。王子耐心地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把他带回来的。在得知是王子救了自己的时候，纺织女很是感激。可是魔鬼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纺织女，为了报复纺织女，他把王子抓走了。纺织女眼看自己心爱的人被抓走，决定一定要把王子救出来。纺织女找到女巫，希望女巫能够帮助自己救出王子，交换的条件是纺织女要把自己能织一手好布的一双手给女巫。在女巫的帮助下，纺织女用斧头砍死了魔鬼，救出了王子，可是却没了双手。王子很是心疼，让国度里最好的工匠为纺织女做了一双金子做成的双手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那就快来关注艾米姐姐吧。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的老艾米。有一天，有两个天使在天上飞累了，就停下来想找个地方住宿。首先，他们来到一个富人家庭，这家人一见到他们，对他们并不友好，并且拒绝让他们住在舒适的客人卧室过夜，而是让他们睡在牛棚里。当他们铺床时，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天使发现墙上有一个洞，就顺手把它给补好了。年轻的天使问为什么，老天使并没有说话。第二晚，两个天使来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，主人对他们非常热情，把仅有的一点点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，然后又让出自己的床铺给两个天使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两个天使发现农夫和他的妻子在哭泣，原来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一头奶牛死了。年轻的天使非常愤怒，他质问天使为什么会这样。第一个家庭那么富有，还对他们那么无理，老天使不仅不惩罚他们，还帮助他们修补墙洞。第二个家庭尽管如此贫穷，还是热情地款待客人，而老天使却没有帮助他们，让这头奶牛死去了，让他们更加贫穷。老天使答道，当我们在地下室过夜时，我从墙洞看到墙里面堆满了金块，因为我不想让这家人发现，所以我把墙洞给填上了。昨天晚上，我看到死神来召唤农夫的妻子，我就把奶牛代替了他。所以有些事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，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好啦，这个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啦。关注艾米，一起来拍电影吧。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餐厅的故事。小男孩跟他妈妈，一个环卫工人，坐在路上。大马路的对面是一家餐厅，看着人来人往的客人，饿着肚子的小男孩开始羡慕起来，因为他想要进去是不可能的。妈妈每个月只有那么点工资，还要交房租供他上学，每天勉强只能吃2顿饭，
但是今天是小男孩的生日，妈妈为了让孩子开心点，把小男孩带到餐厅，因为他们没有钱，只点了1碗长寿面。母亲就静静地看着儿子吃，儿子让母亲也吃点。妈妈说她不饿。餐厅老板看到了，非常同情这对母子俩，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，既能帮助到那对母子，又不会打击他们的尊严。餐厅老板走到母子俩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可真幸运，你们是我们店的第100位客人，进店享有免单资格。我们可以再送你们1碗面。”小男孩和母亲开心地吃了起来。从此，小男孩每天都在餐厅的不远处，一个个的数着来来往往的客人。当他数到第99个的时候，就带着妈妈去餐厅吃面，吃完还帮老板收拾餐厅，一直持续了1个多月。20年后，小男孩长大了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。他想去找当年帮助他们的恩人，却被告知那家店因为资金不足已经倒闭了。他立刻派自己的秘书找到餐厅老板的下落，原来他们在街边卖小吃的。他走到小吃店，有礼貌地对餐厅老板说：“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当年那个在你店里免费吃了1个月的小男孩。我要帮助你重新把店开起来。”不久，小男孩把以前的餐厅买下来，还给他开了很多分店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故事没有主角，只有善良和回报。你对别人的好，总有一天别人会回馈给你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艾米的视频，可以帮忙关注转发哟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，关注艾米，一起来拍电影吧。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叫小凡，他从小学习美术，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，他画出来的东西很多老师都称赞。有一天，学校要举行绘画比赛，题目是画一个太阳，谁能把太阳画得最生动，就可以成为少儿比赛的冠军。比赛的当天，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奖品了。小凡把太阳画得非常好，但是很意外的是，他还是落选了。原因是他犯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，把出生的太阳画到了西边。老师非常诧异，跑去问小凡：“你怎么会把太阳画到西边呢？”小凡哭着对老师说：“我就是要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。”原来他的爸爸妈妈吵架了，爸爸出走了。临走时他说要我重回这个家，除非让太阳从西边升起。所以小姑娘就天天盼望西边出太阳，可是每一天都让小凡失望。那个平日里一直那么疼爱女儿的爸爸，自从离开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评委老师了解到情况后，觉得小凡心灵难能可贵，于是给他颁发了一个特别奖。他的故事被很多媒体知道，于是就争相采访他。小凡的爸爸从电视上看到了，回到了家，跟小凡道歉，不应该抛弃女儿。从此，他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